大家好，我是阿庆，今天来做电锅料理，而且是点心哦。今天我想要来分享我小时候最常吃到的古早味的这个布丁，而且是用吹。但是这个古早味的布丁也是有煮焦糖，因为通常布丁都会用烤水浴烤法。那烤的布丁当然会有一个香气，因为这个布丁的做法它是用蒸的，所以你必须要煮一个很香很浓的焦糖来辅佐这个蒸布丁，让它吃起来一点也不输给用烤的口感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第一步骤要先来炒焦糖，因为呢，我要先把焦糖炒好，倒在你要做的这个布丁杯里。来，首先准备一个小锅子，好，记得冷锅下二砂糖先倒下来。我的二砂糖是80克，再来30克的水，差不多是2大匙，先加下来。这时候我就直接开大火了，让这个水完全浸到这个糖。我们一开始加水的目的是要让煮焦糖的时候比较顺利，也比较快。好，就是在煮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失败，因为我们的量比较少，所以它大火一下就滚起来。这时候转中火，好，这个时候都不要去动它哦，继续中火一直煮。旁边已经有这个焦糖颜色出来，对不对？来，马上关火，然后呢，你把它旋转一下，离这个火源，这样旋转呢也有降温的这个效果。好，你看到冷却下来，这个颜色就是像这样，这个深琥珀色一点，但这个焦糖的味道非常香，完全不会苦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会再加30克的水。为什么来，我跟大家讲，因为刚刚煮好了这个糖浆啊，整个下去它会太硬，你在蒸这个布丁的时候，到后面它会变整个是硬块。那你加一点点水下去，让你的糖浆不会那么的硬。那水加下去，稍微煮一下，让它融合一下，起来的感觉就像这样，这种感觉就很像那个羹汤，焦糖浆倒到杯底。来，这个焦糖倒下去之后，记得一定要让它冷却。好，现在先来打鸡蛋。来，这里我跟大家讲大家有没有印象？以前小时候我们在捡那个偷给安能乡下的地方都是这一种，所以我跟大家讲你要做好吃的布丁，第一个你要先买品质好一点的鸡蛋，真的有差。好，你们可以自己试看看。来，我这里鸡蛋是4颗，敲鸡蛋在桌面敲，不要在这里，因为这里敲比较容易会有碎蛋壳。桌面这样子敲，手轻轻一拨。好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好，再来鸡蛋，把它打散。好，来这里记得你的鸡蛋一定要打到完全散出水，出水，这样子呢捞不太起来，它等一下才有办法完全的跟牛奶混在一起。好，搅拌均匀，搅拌有散就好了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也是用二砂糖这边是40克，配上450cc 的牛奶，我用的是全脂牛奶这个步骤有些人会把牛奶隔水加热一下，它的目的主要是要让糖比较快融化。那我觉得我用常温牛奶，然后糖下去搅拌几下也是会融化，就看你自己。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比较省事啊，因为我的量没有做很多。好，搅拌融化之后，来直接倒下来。好，这里我讲个重点在做这个布丁，不管你是烤还是蒸，你可以加一点莱姆酒。莱姆酒呢，它有去这个蛋腥味、增加香气的一个作用。如果家里没有莱姆酒的，来你就跟我一样，用这个一点点白醋。你一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要加白醋？我跟你们说，白醋除了可以有效的压低这个蛋腥味之外，白醋它跟蛋、牛奶在一起下去蒸之后，一点点就好，一点点，它呢可以让你的布丁吃起来口感会更好。你们可以试看看，这是我的经验。这个白醋一点点就好，好，这样就好了，几滴就好，1、2、3，大概几滴，这样就好了。来，那这一些就直接搅拌，牛奶跟鸡蛋充分的搅拌均匀。OK， 好，再来最重要的就是过滤。来，那我用这种小量杯倒，我觉得比较方便，因为它前面有一个这种勾勾在倒的时候会比较好倒。布丁我就把它倒到8、9分满都没关系。
你看哦，这个上面是都很多泡泡。来2种方式，第一种你可以用汤匙慢慢把泡泡捞掉。第二种，来家里有喷灯头的，我跟大家讲，这个其实做料理很方便，开下去，好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它这样子弄一弄，泡泡就散掉了。来，这里有一个小撇步，大家要注意一下哦。你看，现在电锅它里面的水它是滚的状态，它现在的蒸汽很热。如果你直接把布丁放进去蒸，你的布丁会发过头。所以来放一个内锅或者是盘子，透过这个内锅跟盘子，你在蒸这个布丁的时候，它的热就不会很直接导到布丁的底部，而导致布丁整个膨胀，影响到口感跟组织咯。好，放上去之后，来。放一个筷子，记得这个筷子是要木质的，比较安全。然后呢，来这个有诀窍的哦，你放的时候是有一点斜角。为什么要斜角？这样子斜角，它的蒸汽水才会从边边滴下去，不会滴到布丁。这里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。那这里我补充一下，我的电锅是15人份，内锅是12人份的，所以你家里有跟我一样的，你就可以照这样子的做法。然后如果你是10人份的电锅，那这样的量你可以分2次蒸。来蒸半小时，半小时时间到，蒸好喽。拿的时候记得先取筷子，再来45度往后，这样子你的蒸汽水才不会滴到布丁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，表面都非常的光滑。来这个为什么我会分享大家这个做法要蒸比较久？其实你看用水域烤法，大多烤的时间也都落在45分到50分左右这个时间，那蒸半小时就好了。那起来口感跟大家讲，真的完全不会输给烤箱的哦。其实你现在这样吃热热的布丁也蛮好吃的，蛮有味道的，因为下面焦糖的味道会让你整个很开胃。要吃冰的朋友一定要完全放到冷却，再入冰箱冰。冰1天是最好的，让它经过24小时冷藏冰过，沉淀一下之后，你的布丁的风味会更香，口感更好吃。好，我这个布丁呢已经冰了整整1天，好，所以你看它冰完之后，它的表面还是很漂亮。好，然后要吃的时候挖一下，再扣在碗里或盘子里。今天这道古早味的台式布丁有没有学起来呢？只要电锅，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加奶油哦，纯粹就是牛奶跟鸡蛋，吃的是营养跟香气。相信您看了今天这部影片之后，做布丁不再是难事，只要电锅，人人都能蒸出好吃的布丁。明天晚上你也买食材回来试做看看，让你家里的小朋友、大朋友吃一下不一样的古早味蒸布丁。上菜。